股市简报，全世界证券交易员、投资家的专业媒体股市简报，内容来自全球专业媒体，由6度简报团队制作。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亚洲股市跟随华尔街走高，中国经理人指数积极的数据。金融时报，亚洲股市普遍受到美国经济复苏的希望推动，而油价期货在沙特阿拉伯宣布削减产量以支撑原油价格后上涨。周一，日本的日经股票指数上涨了 1.3%， 澳大利亚的 S&P ASX 指数增加了 1.1%， 香港的恒生指数上涨了 0.7%。亚太地区股市的涨幅是在上周五华尔街的上涨之后实现的。当天，标普500指数上涨了 1.5%， 以科技为重点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 1.1%， 因为美国的就业数据显示5月份新增雇佣人数超过预期。在大宗商品市场，沙特阿拉伯宣布将削减每日100万桶的石油产量，原油价格一度飙升。该国能源部长表示，这些削减措施最初将在7月实施，但可能会延长。国际基准品种布伦特原油的涨幅一度达到 3.6%， 后来回落至每桶 76.96 美元左右，上涨约 1%。美国基准品种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的涨幅一度达到 4.6%， 后来回落至每桶 72.57 美元，上涨 1.2%。中国股市与市场的整体走势不同，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成指在上周五收盘后上涨了 1.4%， 但周一下跌了 0.3%。中国股市的下跌发生在财新中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发布了积极的经济数据之后，该指数显示5月份中国服务业增长加快。中国官方媒体也呼吁投资者对国内股市保持信心。国有媒体经济日报表示，明确的认识、坚定的信心、果断的决心和耐心是所有市场参与者的首要责任。期货市场预计，美国股市将在当天稍后的华尔街开盘时略微下跌，标普500指数预计下跌 0.1%， 富时100指数预计上涨 0.1%。香港的办公大楼从未如此空旷。彭博社，中国开发商可能面临通过不良资产销售以亏损价格出售物业的压力，因为香港办公楼价格大幅下跌，空置率创历史新高。彭博智库分析师 Patrick Wong 和 Ken Fung 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办公楼价格今年可能进一步下跌，自2018年以来已经下降超过1/3。疲软的商业市场对房地产股和房地产投资信托产生了影响。长江实业和恒基地产等开发商的股价今年已经下跌超过 8%， 是香港主要股票指数下跌幅度的2倍。像李嘉诚和新鸿基地产 Sun Hung Kai Properties Ltd 的郭氏家族这样的大亨，凭借其充裕的现金和来自住宅物业和购物中心的其他收入来源，应该能够应对经济衰退。瑞银集团分析师 Mark Leon 表示，办公地产对于这些公司的利润贡献不到 10%。房地产咨询公司仲量联行 Cushman 与 Wakefield PLC 的执行董事 Rosanna Tan 表示，对于那些现金充裕或本地的大玩家来说，他们目前没有大幅折价出售资产的压力。尽管价格下跌，全球投资者几乎没有理由涌入市场，因为市场前景低迷，收益率低。一位外国私募股权公司的高管表示，这位高管补充说，随着许多外籍人士离开香港，香港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很难再引起大量兴趣。瓦特是怎么回事？越南官员建议居民不要穿正装去上班。南华早报，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及其对燃煤能源的依赖，气候变化和干旱导致越南正面临着酷热天气和能源短缺的困境，这给全国数百万人带来了困难。这一问题在全球变暖或俄罗斯乌克兰冲突的连锁效应下愈发严重。越南总理范明镜最近警告称，由于创纪录的高温和对电力的空前需求，全国1亿居民可能会面临停电。5月初，越南创下了有史以来最高的温度，达到了摄氏 44.1 度，华氏 111.38 度，打破了2019年的纪录。干旱条件使得许多水电水库水位严重下降，而煤炭进口的延迟威胁到了火力发电厂的运营。在胡志明市，官员建议居民不要穿正装去上班，而岘港市政府则下令在晚上8点关闭公共装饰和广告照明。与中国接壤的芒街市已与全国电网断开连接，并从北京购买电力。迄今为止，虽然避免了大规模停电，
但滚东计划停电已经从南方的湄公河三角洲一直延伸到北方的首都河内。在河内，一些路灯已经关闭以节约电力，而市区的公园在晚上11点后完全陷入黑暗，同时2/3的路灯也在同一时间关闭。这场危机发生在越南能源部门的一个关键时刻。5月15日，范明镜总理批准了备受期待的第8个电力发展计划 PDP8， 该计划规划了越南的电力战略，直到2030年及以后。该计划要求将越南的能源容量从目前的69吉瓦特 GW 增加到150吉瓦特以上。PDP8 经历了2年多的延误，经过多个草案的讨论，因为政策制定者在如何提供持续强劲经济增长所需的能源，同时满足国际气候承诺方面存在分歧。特别是在2021年11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6 上，范明镜承诺越南将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这对一个仍然严重依赖燃煤能源的国家来说是一项巨大任务。与此同时，新计划要求进一步增加越南已经相当大的可再生能源容量，以及大规模增加天然气发电，特别是来自进口液化天然气 LNG 的能源，以取代当前燃煤能源的很大部分。自从俄罗斯开始减少天然气出口以来， LNG 变得更加重要，迫使各国寻找替代能源来源。许多国家都依赖 LNG 填补能源缺口，供应国家包括澳大利亚、美国和卡塔尔，但船舶排队等待装卸的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神秘交易员有多么高超？与政府有何联系？悉尼先驱晨报：神秘交易员预测美国政府将批准有争议的天然气管道，赚取巨额利润。除了一位看似早有预见的神秘交易员之外，美国政府批准一条有争议的480公里天然气管道的举动，几乎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在华尔街，分析师们主要预计能源许可证的模糊承诺将被纳入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法案中。然而，期权交易显示可能会发生更大的事情。根据彭博数据显示，5月24日，比协议宣布几天之前，有人对 Equitrans Midstream Corp 进行了大笔看涨投注。该公司深度参与了备受延迟的 Mountain Valley Pipeline 项目。该项目是弗吉尼亚州的一条天然气管道，穿过的一片国家森林，并横跨水道和湿地。该项目遭到保护主义活动人士和沿线居民的反对。这笔股票投注涉及购买该公司股票的10万份认购期权。这一投注在短短几天内就证明了其预见性和极高的盈利能力。5月27日，白宫和共和党议员达成协议，将为备受延迟的 Mountain Valley Pipeline 提供完成项目所需的最终批准。整个4月和5月的大部分时间里，白宫和国会的谈判代表就协议的宏观参数反复讨论，直到最后时刻，细节才被密切掌握且处于不稳定状态。此时，美国预计将于6月初耗尽资金签署法案。这项由拜登总统于周六签署的法案，迫使对该项目的许可证采取行动。从表面上看，这项赌注似乎通过周五获得了750万美元、1140万澳元的收益，这让一些人开始质疑是否仅仅是技巧和运气起到了作用。我的问题是，交易员是谁？他们有多么高超？他们与政府有何联系？调查交易是否基于机密信息，在很大程度上非常困难，尤其涉及政府内部的市场推动性新闻。规定也充斥着灰色地带和歧义。官员，包括国会成员，被禁止根据他们在职位上获得的机密信息进行交易。但是，例如，如果有人在火车上听到国会职员大声提到某个信息，他们很可能不会有问题。Cadwallader 律所证券执法实践负责人 Philip Kinda 表示，调查人员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了解信息是否被分享，还在于揭示分享信息的意图。这些是非常难处理的案件，因为它们既涉及法律上的复杂性，也涉及调查上的复杂性。没有人被指控进行任何不当交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代表，该机构将负责监督任何调查，拒绝就是否正在调查此事发表评论。尽管如此，这些认购期权因其定时性而引起了很多关注。就在达成债务上限协议之前，$8的行权价与华尔街分析师对 Equitrans 的 Mountain Valley Pipeline 的估值大致相等。谢谢大家收看股市简报，这是由6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